结婚这件事儿，一个小片，我们至少看出来了一对年轻人准备结婚，但是在准备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的情感却出问题了。问题何在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曲，3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药厂的员工。女主人公小王，30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她的职业是保险售后。来，有请。他们的手上还是提着那口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。两位愿意在今天这个现场公布密码箱里的那个秘密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看这个短片里面，两位似乎是准备要结婚了。今天来是因为在结婚的道路上碰到事儿了，是吧？对。碰到了怎样的事儿呢？我们两个是经朋友介绍的，相处1年多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好，也很关心我，很体贴我。但是越到后来了之后，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他，有很多事他瞒着我。他工资收入很稳定，而且比我多2、3千块钱。我就发现他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，甚至说他管朋友要借钱，有的时候人家不好意思找他还呢，就来找我。碍于面子呢，我就替他还了一些。但后来越演越烈。那天跟我说，他说我银行欠了3万块钱，你看那个你帮我还一下子呗。完了之后呢，实在不行我给你打借条。我说既然咱们两个是要奔结婚的目的去的，这3万块钱倒无所谓的事儿。但是你要跟我说明这个钱是怎么花的。平时请客吃饭就花了，你请客吃饭需要花那么多吗？那我每笔账都要告诉你吗？那钱也还了，你得说一下去向嘛。平时上街买衣服、逛逛街，然后呢请客吃饭了就没了。正常花销行可以说得过去。那你说，既然是你想跟我结婚，你怎么面对我的家人？你怎么对我父母的？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，你父母怎么对我的呀？我要喝一瓶露露，你父母都不高兴。不会吧？第一次到我家去吃饭的时候，我妈说你喝点什么呀？她说我想喝露露。我这本身不喝酒，我爱喝饮料。我那个屋里什么样的饮料都有，很多。那你说就那箱是留着送礼的，那你说那么多饮料你都不喝，你就非得就订那个露露吗？我就爱喝那个露露啊。行，最后是不是给你喝了？那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打的。你总认为我妈看不上你，心不甘情不愿。那为什么我妈要给你买衣服？第一次见面礼给了你1000块钱，对不对？最后你怎么做的？我妈妈住院了5天，没露面。我给她打电话，她说的嗓子疼发炎了。本来我就嗓子疼，感冒了吗？发烧，我要去了的话，传染给阿姨吗？那你最起码你到医院里，你戴着口罩，你去看一眼，你尽个心总可以吧？这些事儿行，我妈妈理解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大爷去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我爸也住院了，因为他爸爸那时候有一些老年病，在医院里住院。我妈妈就说，尽量就别麻烦他，露一面就可以。所以说前几天根本没用你去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们家是7点钟发车，你呢6点多钟的时候到这来一趟，给老人鞠个躬，代表你有孝心，而且让亲戚朋友看一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这是我未婚妻。结果呢，6点半了，我给打电话，我还在医院呢。我说这就是你6点半打车的情况下来也不赶趟了，我们不可能等你吧？你这是让我怎么面对家里？那你大爷是大爷，我爸爸不是爸爸吗？他叔叔去世了，他爸爸告诉我随1000块钱，钱我不差，但是在我心里我就不得劲儿。我随多少是我的心意问题，你家给我定这个价码是什么意思？去了吗？去了。钱给了吗？也给了。事儿都做了，就别再说了嘛，男人。我就觉得心里就不得劲儿。就是你抠门儿，平时跟你吃饭你就那么爱计较，那么算计，我不喜欢这样的。我觉得我们挣钱很不容易，所以说好钢使在刀刃上，该花的钱1分不差，不该花的钱1分不花。你们俩如果说这事儿都过了，不就过了吗？不就要结婚了？在后面呢，还有啊。他到我家的时候，我妈妈给了他1000块钱。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呢，虽然说他的父母对我各方面来讲不是说很满意，但是呢做的也还可以，做菜呀做的什么都挺像样的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妈妈给了我一张卡，说这是见面礼，我也很开心。回家跟我父母炫耀，我说你看看他妈妈给了我一张卡，正好今天晚上咱们家要去购物，那就拿这张购物卡去吧。等我们推大包小裹的推了一车的东西，一刷卡0。你这让我怎么跟家里解释？那个钱是我花了，没跟你说，你就去买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去买啊。
你不跟我说，这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家人？这些事儿行，我都说过去了，对吧？我俩要结婚，我家里的意思就是象征性的给5万块钱彩礼，完他家嫌少，但最后不也是给了吗？是同意了。完之后定的是我们家厨房装修，他们家就买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这些电器。我说咱俩什么时候去选家电呢？告诉我过2天吧，等过2天有打折有促销。结果呢，打折过了，促销过了，特惠也过去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什么时候买呀？他告诉我钱花了。我说这5万块钱你怎么花的？这钱又去哪儿了？投资了。他说他把钱给朋友了，让朋友帮着炒股。我想请问你买的哪只股票涨了多少，跌了多少？这钱又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你也不懂，反正我就把钱给朋友了。如果赚的话，大家就是一起分；赔了那就赔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？你不知道这钱有用吗？我就希望以后咱俩结婚过日子用啊。因为这个事儿呢，之后我觉得别让我父母知道，我去找他妈妈了。他妈妈结果没向着我说话，也没觉得自己姑娘有错。他妈妈怎么说的？你自己学吧。我妈站在我的角度想，因为毕竟女儿嫁你一回，人家有的赔的10万20万的呢。现在市场价都是大专是8万块钱，中专是6万块钱，本科是10万。你给我的5万块钱，你觉得多吗？你是大专是吧？对呀。少给3万是吧？这个彩礼只是一个心意的问题，我怎么对呀，就是你爱我有多深呢？那你爱我要有多深？那还有裸婚的呢，还有不要钱的呢。那你能不能跟好的比啊？那你怎么跟正能量的比呢？我现在怎么感觉现在买猪肉一样？拿5万块钱的话，我是买半身，是买左边，是买右边。说话的就是。后来怎么了？最后他妈说了，现在的婚姻法对男性的保障很高，对女性的保障很低。若干年后，如果我们2个离婚的情况下，他姑娘什么也没有。如果我把房子一半写他姑娘的名字，他家陪送电器啊、车啊什么都可以。你现在还没结婚的时候，就算着离婚，你能得到多少财产？能得到什么样的？你既然不想跟我结婚，你又收礼，这边又有彩礼，彩礼钱你就花了，什么家你都不掏着，你是不是在骗婚？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！我问问哈。你的收入比他收入高哈？对。如果你们结婚了，未来钱在一起花吗？他要养我呀，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。你的是你的，他的是养你的，是吧？而且就是我发现一件事儿，有一天他跟我说心情不好，你陪我去溜达溜达吧。我说好。他领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，我到里面也不会玩什么。等我再一转身，人没了。后来我在一个拍分的那个机器的那块看到他了。完了，我问他这个怎么玩，他给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旁边有人坐那个机器，他告诉我那个机器不好使，你要上那个机器才好使。当天他手气很好，赢了很多的游戏币，他非常非常开心。但是我就很画魂你说这些钱你是不是用在这上面了？是你 out 了，游戏机谁不会玩去了？你那么笨，你不会玩，你还赖别人吗？那你对那如数家珍，我感觉你是那是常客。那是你自己的想法。男生是因为这个事儿觉得担忧了，是吧？对。那人家也帮你还了那3万块钱的这个刷信用卡的钱，而且这个送了彩礼，送了5万块钱也给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但是彩礼不知道哪儿去了啊。我想问的这个彩礼哪儿去了？我不告诉你炒股了吗？对，现在怎么样？你解释也太笼统了。如果是2个人过日子在一起的情况下，什么事儿是不是得做主？什么事儿跟我商量？以后要结婚真在一起过日子的话，我敢不敢跟你在一块过？我帮你问。别那么着急，我压抑很久了。看出来了，别着急嘛。那个现在炒的怎么样啊？反正就是赔了。我希望你坦诚不公的对我说，什么事儿不说的话，把钱都花了，怎么过日子啊？谁能养得起你？我们是要过日子，不是恋爱，不是在玩，不是在过家家。随便你吧，你爱结不结。我不想找一个老公，什么事儿都要跟我算计，然后我什么事都要向他汇报，最起码的那个信任都没有。那你觉得未来你们俩结婚了，突然有一天你们俩共同的存款上面就少了5万块钱，你会问他这个钱去哪儿了吗？不会问。你真的不问？因为钱放在我这儿啊？钱必须得放在我这儿。你觉得你管得好钱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的问题就这么多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4位老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从2位的对话当中哈，我既没有听到恩爱的回忆，也没有听到感情的温存，只听到一个字儿：钱。女孩，你支配的那些2个人共同的钱，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？对方的母亲生病了，为什么你居然能够不出现？我觉得连普通朋友可能都不够，你真的要做好跟这个男士步入婚姻了吗？肯定是没有，你不够坦诚。我们不知道你在隐瞒着什么，但这种隐瞒至少表露出你根本就不够爱他。爱一个人，
不仅要融入他的生活，让他融入自己生活，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融，就是包容。真是给足你8万，甚至于18万，能换来你美满的婚姻吗？换来的只有他的猜疑。你们俩在一起不像谈恋爱，在谈一笔交易，一个漫天要价，一个坐地还钱。你们俩是在算计我的支出值不值，我能得到多少，我支出到底支到哪里去了？你是赚了还是赔了？你得让我清楚。如果在做生意上是一点也不过分，这叫投资跟回报。但是在爱情方面，你们表现的一点连爱的那丝痕迹都没有。所以我给你们俩的建议是：首先，先不要去现在就谈婚论嫁，先做到一点，我愿意为对方无偿的花钱，同时我舍不得花对方的钱。只要你们两个人做到像我说这一点，可能还能考虑感情是否能继续下去。这女孩哈，我观察了一下她，面容姣好，身材也不错，个性挺骄傲，所以她跟这个男孩在一起，我推测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嫁得平凡不甘心，能够将就吗？没办法，30了，所以才有了明码标价，价值8万。彩礼这事儿啊，自古就有，什么时候有的呢？西周就有彩礼了，《礼记》中记载，叫婚礼者，那是黄昏的昏啊，将合2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祭后。